背负着9亿韩元债务的男人决心跳河自尽，逃离这残酷的现实。手机突然响起了一阵令人沮丧的提示音，每收到一条信息就赚一笔钱，每次收款都高达100万韩元。对于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来说，他根本没犹豫，听从提示音的指引，坐进了一辆豪华汽车。周围异常冷清，无论裴真秀怎么说，都没有人回答他。到达目的地后，裴真秀满心疑惑地走进了大楼，直奔那张亮着灯的桌子走去。桌上放着现金，还有一封信和一个号码牌。裴真秀好奇地开始阅读信件，这时他才注意到桌子左侧有一叠价值5万韩元的现金，共100张，总共有2000万韩元。走投无路的裴真秀找到了一个可以躲避债务的地方，不仅提供食宿，最关键的是还能赚钱。但他害怕一旦进去就被拆解卖掉，所以决定带着2000万离开。便利店老板发来了信息，这个月的工资只有22万韩元，显然是在削减我的工资。但老板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让裴真秀去劳动仲裁。眼前的现实血淋淋，如果现在回去，就意味着要找新的工作，并且一辈子还债。毕竟节目组已经赚了上百万，还有豪华车接送，以及随手可得的2000万韩元。节目组显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。既然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，裴真秀决定把握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他最终选择了右边的3号牌，走过窗帘，参加了这场游戏。裴林秀进入游戏区后，不禁对场地的奢华感到惊叹，开始期待自己的卧室会是什么样。按照自己的3号牌，他上了3楼，用卡开了房门，但卧室的景象却出乎他意料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四周布满了摄像头，面前的挡板升起，展示了一套衣服和一本规则书。所有参与者必须上交个人物品，包括所有衣物，换上节目组提供的服装。房间里还有一个积分牌，用来查看奖金数额。裴登秀抬头一看，屏幕上显示的是0。房间里有一个对讲机，可以用来购买所需的任何物品，这些物品的价格不菲，将从奖金中扣除。一旦离开房间，所需物品可在广场上购买。游戏中设有宵禁时间，从午夜到早上8点，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。最重要的是不能遮挡摄像头。所有这些规则，违反任何一条，奖金就会被扣除1半。他重新看向规则书，书的最后一行小字提醒裴真秀，游戏将在午夜准时开始。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忽然发现12点只差1分钟了。他赶忙拿出制服，脱下带来的衣物，把衣服和手机一起扔进储物柜。时间一到，房间里亮起了耀眼的光芒。裴真秀急忙穿上衣服，发现账户里多了3万元奖金。他赶快把外套和鞋子也穿好，奖金突然涨到了6万元。裴真秀简直不敢相信，计分器的钱数开始疯狂涨起来，每分钟涨3万韩元。赚钱这么轻松，真是太棒了。裴真秀算了下自己的时薪已经达到180万韩元，一天就能赚到超过4000万韩元。一天工作，轻轻松松赚到朋友1年的工资，这感觉真是太爽了。他担心这游戏只持续1天，只需2周多一点，裴真秀就能还清所有债务。突然他觉得房间冷了，想上厕所的感觉突然来了，但他的房间没有厕所。裴真秀想出门，但突然记起这样会扣掉1半的奖金。他赶紧关上门，用对讲机请求指示，但没有人理他。裴真秀查看了一下规则书，这才发现需要的物品要用积分来买。苏德站了起来，通过对讲机表达了自己的需求，买了一条毯子和一个暖手宝，羡慕地看着计分器。屏幕右侧显示了扣除110万的消息，被吓的裴真秀赶紧取消了订单，这才让他真正明白了游戏规则。他1个小时能赚到180万韩元，一天能赚到4300万韩元，但这价格比例高得吓人。为了准确计算，裴真秀通过对讲机咨询了便利店报纸的价格，屏幕上突然弹出了10万韩元的交易请求。原来外面1000韩元的报纸在这里翻了100倍。作为一个精打细算的穷人，裴真秀用地上的毯子取暖，花光积蓄买了1公斤旧报纸，还有几个用过的纸箱。后来知道这次交易只要12万韩元，等于他4分钟的收入。裴真秀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全部费用，然后用纸箱当床，抱着纸箱睡了一觉。睡前计划第2天只花20万韩元，但人有3急，还没等到第2天，裴真秀就买了一个空瓶子，因为感觉自己的膀胱快要爆炸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房间里的假窗户人性化的模拟了日出，还播放了鸟鸣声，把裴真秀叫醒了。他一睁眼就去查积分榜，一夜之间奖金猛增，简直爽极了。村里的一个女人在楼下大声呼喊，邀请所有邻居出来见面。裴真秀匆忙穿好衣服下楼，
和大家一起聚集。接着他发现，豪华大泳池其实是用光影打造的，关岛的剩余时间不减反增。大家在讨论中，1到8楼的人们都聚在一起了，开始讨论居住的问题，却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：这里所有的装饰都是假的，食物的模型做得惟妙惟肖，连最基本的设施也是假的，面对着下水道和水管，甚至他们的衣服口袋也要小心。大家都怕丢了自己的房卡，只能把房卡放在内裤里。但最痛苦的是，根本没有厕所，所有物品都需要购买，而且不能带出房间。突然7号玩家想到，在公共区域也能购物，但有人开始担心，物价可能会比房间里的还要高，毕竟连电子屏幕都没有，具体的价格只有在房间里才知道。7号提议大家公平投票，选一个人去购买物品。突然6号大哥走了上来，他买了一盒万宝路烟和一个打火机，为大家做出了贡献。这时1号大哥突然发现，倒计时每减少2分钟就花费50万韩元。显然，在公共区域购买的物品性价比更高。如果8个参赛者一起购买，很快就能离开。突然有人开始担心，如果外面的倒计时减少，房间里的积分会不会受影响？这时一个女孩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：房间里赚取的积分，外面的倒计时减少也不会影响我们。大家都放下心来，是为了彼此。但这种躺赢的生活才刚开始，没人想这么快结束。大家一致同意只买我们需要的，尽量缩减购物清单，只购买生活必需品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，8个参赛者决定了首批购买的物资。半小时后，大家各自解决了自己的问题。在赛场的中心，大家都饿了，讨论着什么时候能吃饭。唯一没穿制服的8号已经吃过了，他的积分板下的传送槽送来了12份盒饭，饭种类繁多，他尝遍了每一种，甚至把带的水也喝完了。大家一起谴责8号的行为，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分享食物。他突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，那些食物不能带出去，让大家对住所的结构有了新认识，意识到传送槽是相连的，食物也可以通过传送槽传递。但8个人准备了12份饭，这比例看起来很奇怪，显然和人数不匹配。最下面的1号开始担忧，如果每人都拿2份食物，就什么都没剩下。最顶层的人一天能吃3顿，其他楼层的人可能连1顿都吃不上。很显然，这种制度会造成社会等级的不平等，对某些楼层特别不利。尽管存在许多不公平的地方，但这总比一无所有强。于是大家请8号上楼一探究竟，去看看传送槽是否还能正常使用。就在他准备出发时，7号提议大家一起去看看，希望每个人都清楚食物的分配量。8号稍作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。等大家冲到顶楼时，发现8号的房间竟比其他人的大了2倍，里面还装有浴缸等设施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8号的积分板上的数字1分钟涨几10万。最底层的1号说自己1分钟只涨1万韩元。裴殿秀很快就明白了，每个楼层的收入增长率不一样。8号享受着超乎常人的待遇，作为节目参与者的8号每天能拿到5亿韩元，这让大家心里很不平衡。其他节俭的参赛者都气得直磨牙。参赛者排名后，大家都分享了自己1分钟能赚多少。乔很快就算出了一些规律，这里的规则真是奇特，1分钟能赚34万韩元。乔根据这些数据得出了结论。参观完各自的房间后，大家才意识到差距有多大。走进1楼的房间，高个子甚至得弯腰才能进门，只有8号还能笑得出来。虽然大家心里不满，但饿了还是得吃饭。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，如何公平分配食物？乔主动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法，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用餐，参赛者们还是可以一起愉快的吃饭。大家在和谐的气氛中用餐。8号又开始搞怪了，他花时间买了很多豪华衣服，倒计时只能减到15分钟。有人开始质疑8号，问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积分。他的回答让大家更加气愤。忍了7年，8号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只想让8号感受一下社会的残酷。幸好有人及时阻止了他。当大家都因为时间紧张时，8号说只要爬楼梯就能延长时间。大家要他拿出证据，8号却开始卖关子，说除非2号道歉才会告诉大家，倒计时只剩10分钟。其他人也逼2号道歉，有些人还是对2号说了对不起。倒计时快要结束，大家不再需要证据，纷纷抢着爬楼梯。在大家气喘吁吁时，倒计时归零，幸好下一秒时间重置为24小时。接着大家欢呼起来。原来当大家一起爬楼梯时，8号发现了这个规律，他们因此发现了隐藏的规则，爬楼梯可以增加倒计时。忙碌的一天结束后，佩林回想乔和斯蒂的讨论，节目组通过不公平的制度
想让8个参赛者产生冲突，这样他们就会内部瓦解。他们只需互相合作即可共赢。这时裴真秀去了洗手间，甚至在那里也在深思。想到8号挥金如土，他感到很不平衡。毕竟自己一天也能赚4000万韩元，不能让自己太委屈。他立刻抓起对讲机，打算花250万买个便携式马桶。不过很快他又后悔了。第二天，大家为了更多奖金开始努力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爬楼梯。因为每天运动量过大，众人的食欲也随之增加。那些精致小份的食物已经不足以填饱他们的肚子，于是大家决定分组爬楼梯。8号分成了 A 组和 B 组，工作日可以享受双份饭盒，休息日1顿饭就够了。大家一致同意后，就开始实施新计划。起初大家分工合作，场面和谐，但很快就出现了问题。1号腿有伤，他爬楼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连带影响了旁边的人。6号假装帮忙，其实拖后腿，暗中拉扯，让1号更难上楼。正义感极强的2号受不了，主动踢1号继续爬。为了争取更多休息时间，等到了第二天，继续爬楼的2号明显体力不济。轮到1号爬时，2号看不下去他的吃力，决定一起帮他爬楼梯。经过多次考虑后，2号出手相助，觉得这次该自己帮忙，因为没爬楼腰被质疑。有妹子建议腰应该把多吃一顿的机会让给3号，腰想了想也觉得合理。正当裴真秀准备感谢时，2号站出来了，事情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。裴真秀忍着饥饿，含泪把吃2顿的机会让给别人，这让他整晚都心情不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传送槽突然响了起来，裴真秀满怀期待地看过去，结果发现只是一堆垃圾。把1号叫了回来，大哥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。他走访了每个人的房间，告诉大家把垃圾送到1楼，1号将负责处理这些垃圾。从此维持平衡变得更加困难，每个人都贡献了一些食物。身体健康的人做更多体力活，行动不便的人则提供自己的空间给大家，这样大家保持了整体的平衡。乔奥突然发现时间增加的越来越少，反倒是休息时时间一下子增加了10分钟。因为收益越来越少，8欧第一个开始罢工，2号被顶得无言以对，其他人为了赚更多，孙6坚持爬楼梯，甚至连休息日都加入了进来。他们爬了整整6小时，但时间并没有增加，只有在他们休息之后，时间才开始增加。第二天大家醒来，却发现时间越来越少。为了娱乐所有人，一睁眼就开始爬楼梯。一位女孩却因为没做拉伸动作而诱发了癫痫，幸亏有人曾做过护士，知道该用什么药治疗。然而当大家正抬着这位癫痫女孩去公务区买药时，却被6号阻止了。对方担心买药会浪费时间，2号觉得救命最重要，看到6号拦路，他忍不住重拳出击，瞬间场面大乱。裴真秀艰难地买到了治疗癫痫的药，刚松口气，周围的人还在乱斗，突然被8号的嚣张声打断。跟着8号的指引，发现时间增加到40个教室，乔治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大家这才恍然大悟。运输槽突然打开，癫痫药终于送过来了。为了取悦观众，那些坐在后面的游戏参与者终于记住了赚钱的方法。8人即兴表演，努力想出让金主们满意的点子。裴真秀回想起网红的吃播，直接站在凳子上开始对着摄像头吃，吃着还想加点催眠的声音效果。尴尬的发现时间并未增加。乔丹此时找到了他，聊上了，连连进群聊天，里面是刚才暗处过敏的人。果然如7号所预料，等到大家都聚到楼下，8号开建议做点猛的，很快就被其他人因危险而制止。裴真秀主动提议做综艺节目，有人提议做恋爱综艺，但准备时间太长，直接被否决了。乔欧提出来做才艺表演，他便用舌尖买了一根树枝，小雷的才艺展示，这么做也是为了拖延时间。果然乔奥牺牲了自己的形象，视觉效果震撼全场。他用手指堵住一个鼻孔，另一个鼻孔空闲，吹出了一曲美妙的乐曲。表演结束之后，大家忍不住给他热烈鼓掌。大屏幕显示的时间增加了整整1天。争取到时间后，乔没有催大家准备才艺表演，他建议大家思考如何截图这场游戏。有的选手早就想离开了，但有的因为没赚够钱而留恋。最后大家决定把选择权交给伊朗，这样赢得了18分钟时间，自己却尴尬的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接下来轮到大哥，他一瘸一拐地走上台，突然背对大家。当他再转过身来，大哥已经变装成小丑走上前来。在大家努力表演下，他们总共赚取了3天时间。轮到8号的时候，他出人意料的直接邀请7号共享晚餐。乔在众人注视下坚决拒绝了。8号并未感到尴尬
而是向6号走去。看着他们默默背影，选手们感觉三观被刷新。在8号的努力下，直接赚取了69小时。第二天大家集合时，6号和8号已经抱在一起。他们主动提出这样不公平，仅因有些人仍不顾面子，只为赚取一点时间。随着1号大哥慢慢开口，现在不用再爬楼梯来赚时间了，他想停下来不再帮大家收垃圾。其他人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，但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把垃圾堆在自己房间。于是6号提出来，大家来投票决定谁的房间将变成新的垃圾站。裴珍秀一听直接傻眼，这明显是针对他的，毕竟他在才艺表演中只赚到了18分钟。黑莲秀无奈只能接受。投票期间，骚妹第一个去拉拢5号，保护好姐姐后，匆匆回到自己房间，劝她不要投给8号。同时6号也把7号叫到楼下，现在他已经和8号站在一起，准备拉拢7号，等待投票结果。当天进行了新一轮的厕所房投票，3楼和8楼结果是平局，因为有一张票是空白的，所以每一票都极其重要。8楼最终突围成功，看上去8楼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裴珍秀感到非常疑惑，除了6号和8号，还有谁会投给他？石小二没有给他太多时间思考，直接邀他去一起抽烟，辞掉了能让8楼成为厕所的关键人物。胜仗归于2号，他主动找1号讨论厕所房的事。原来1号一直都受人欺负，2号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，选了8号，但8号却拒绝了，不让别人到自己房间上厕所。8号的反悔激起了众怒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大家决定给他一些适应时间。8号看着众人不满的脸色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嘲笑他们都是笨蛋，然后跟着8号离开。7号最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了，宝奥对大家的投票不满，所有食物和水都被他霸占了，只留下空盒子传下来。示威大战开始了，3天都没有食物和水，他们拒绝在楼下讨论奥奥的事情，甚至开始产生幻觉，幻想8号送食物来。2号此时饿得难受，终于忍无可忍，决定用光所有时间去参加这个折磨人的游戏。没想到1号死死抱住了2号，求他赚取10亿的机会。3欧看到这一幕，最终下定决心，同意把自己的房间当厕所。饥饿难耐的4号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决定帮助3欧分担。两人准备上楼向8欧求情时，乔欧叫住了他们，决定亲自上门劝说。乔欧尽力保持理智，向8欧道歉，向他说明3欧和4号分担垃圾的计划，把事情讲出来。最终8号打开了房门，他已经在房间里增加了娱乐设施。乔见状耐心等待，在做完空中瑜伽后，8号用时间换取了许多漂亮衣服，最终统一向大家提供食物。这次因为食物的事，大家都对8号低头哈腰。2号、3号和7号聚在一块，忍不住担心这样下去，他们可能都会成为8号的奴隶。幸好8号更痴迷于衣服，比起食物来对衣服的执着更深。头脑清晰的乔也站到了正义这边。那天晚上，他终于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3欧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但他很快意识到，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恶臭的垃圾堆积下来，3欧和4号不得不在屋里存放。幸亏1号和2号都挺讲义气，他们都能妥善处理自己的那部分。但3欧很快就受不了了，他开始怀疑3欧根本没处理一半的垃圾。尽管吃得很好，心情好的8号带大家下楼，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。他提议玩国王游戏，大家都热情地参与了。第一轮游戏护着姐拿到了国王球，他让2号和5号一直牵手。接下来的游戏让6楼和7楼尴尬了好一阵。下一轮游戏 OL 成功拿到了国王球，他决定来点刺激的，让6号和7号接吻。尴尬的护着姐不得不硬着头皮站在了1楼前，两人轻轻一吻，赢得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终于轮到8号拿到国王球，他立即要求和9号法师热吻。2楼的人开始不高兴了，申请换个条件。8号心情好，改变了主意，命令2楼和6楼打架，正合2楼的意。6楼不想输给女生，决定强硬对抗2楼。手腕曾在表演中扭伤，打斗中旧伤复发，6楼为夺面子狠狠反击，狠打2楼受伤的手腕，毫不留情的重击，还拉着对方的头发，把2楼打倒在地，不让2楼有认输的机会。这场面吓人，6楼彻底失控，骑在2楼身上，一拳又一拳的打。感到不妙的人急忙拉架，但被激怒的6号推开，2号半脸被打得血流不止。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合力把失控的6号拉开。8号因此非常尽兴，提前离开了现场。这场激烈的冲突今天直接赚了50小时。姐姐帮2号包扎，和其他人一起对付6号，不介意用暴力解决问题。
萨奥突然有了个好主意，只要违抗国王的命令，就处罚战斗的巴欧，这让欧兴奋不已。索奥用时间换了电击枪，接下来的游戏，每一轮都会有惩罚。裴珍秀忐忑地算计着，这个高风险高收入的游戏，仍然吸引他加入。第二天，奥带着伤参战。尴尬的是，裴秀珍想让大家感受狙击枪的威力，第一轮就被选去抚摸护士姐。出于对女士的尊重，裴珍秀成了电击枪的第一位体验者。只见护士姐将电击枪贴在裴珍秀的后颈，电流一闪而过，裴珍秀被电得晕了过去。尴尬的是，她从滑梯上滑落，尿液顺着滑梯流了下来。等她醒来时，看着大家关切的面孔，原本还觉得有些感动，直到裴珍秀发现自己尿了裤子，她羞愧地让所有人离开，独自一人在暗角落里大哭。在接下来的国王游戏中，裴珍秀默默祈祷，抽到了国王的球，选定了2楼和6楼，让他们猜硬币正反，猜错的受罚。1楼觉得这不太合适，4楼却持不同意见，他坚持原计划，规则就是规则。1楼无话可说，4楼抛了硬币，命令6楼和2楼竞争。不幸的2楼成了失败者，试图证明再硬气的人也难逃厄运。杰迪克拿着拖把来清洁，可怜的2楼被抬回房间，开始倒计时，因2楼增加了2天时间。第3轮游戏中，幸运的8号再次当选为国王，裴珍秀和2号这俩倒霉蛋被逼着互相扇耳光，直到有人投降为止。然后2人硬着头皮开始了。可怜的裴珍秀被2号直到他在秋千上摔倒，只好为了保命投降，结果下一秒就遭到了电击。这种事大家都见怪不怪了。有人负责清理滑梯，2个人负责抬伤者。裴殿秀醒来后完全自闭了，死去的1号和2号一起来拜访，他揭露了游戏的不公平真相。1号示范如何抛硬币，展示了控制硬币正反面的技巧。游戏的第1轮又开始了，1号变成了新的国王，这全靠一丝不苟的努力。出租车司机7号和8号，他决定再用抛硬币的方法决胜。3号主动提出来帮我抛硬币，却被11号要求用手背接住，这次他没法改变顺序了。8号成了失败者，他最终只能乖乖接受惩罚。大家都在看着8号狼狈的样子，但7号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却被6号一脚踢开。原来8号一开始就没打算受罚，6号拿着电击枪把重伤的枪偶电晕了。时间过去了，4位保护7号的人选择了背叛，这让形势分成了2派。一派是以8号为首的剥削者，他们拥有充足的资源，在6号保镖的护卫下为非作歹。如今4号仍在努力生存，已经成为狗腿子。挨了一顿暴打后的7号终于醒悟了，他也加入了恶人阵营，开始享受其中。为了防止低层的参赛者反击，德奥退出了每个房间，他们把对讲机都砸坏了，控制了购买物资的权利，连公共区域的对讲机也被锁上了。当1号、2号、3号和5号正忙着对付7号时，他却被6号搂着肩一起走了下来。这样7号就彻底变坏，变成了上层人物，成为了压迫底层人民的工具。7号把自己的队伍带进了4人小组，宣布了一些新规则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们每天必须合力完成24小时的任务，坚持到约定的时间，不愿意配合的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2号看不下去了，决定起来反抗，却被6号用电击枪制服了。1号试图帮助2号，却被狠狠地踢倒，这让其他人都被吓住了，一切让他心神不宁。在他们的折磨下，时间被额外增加了10个小时。接下来，底层的4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参与游戏，他们需要从箱子里选择一个游戏，只有胜者才能免受惩罚，而这次的惩罚是保密的。斐丁秀被指定抽取游戏，他紧张地取出了一个乒乓球，递给了7号。他抽中的游戏名叫捉迷藏。为了让游戏更有趣，游戏开始前，参与者需要选择4个部位。捉迷藏游戏正式开始了。6号挥舞着狼牙棒到处追人，直到有人吐血才停手。救援队找到了腿被绑住倒地不起的5号，裴丽秀赶紧躲进障碍物后，把自己藏了起来，然后把2号留到最后处理，放下了狼牙棒，赤手空拳的给对方来了一顿暴打，2人差点被打死。7号急忙制止了6号，宣布游戏结束，3号获胜。他们要从被捕的选手中选一个接受随机惩罚，连裁判都没听说过这种惩罚。1号中招后，坐在地上开始呕血，旁观者面无表情。3号内疚地撕开了1号的面部包裹，让他呼吸更畅通。这场游戏，他们坚持站立了26个小时。接下来每3小时，3人将获得1枚硬币，以此感谢他们的辛苦。底层人得到9枚硬币，但这9枚硬币来之不易，每个人都要写下自己想要的硬币数，总和不能超过9枚。如果超了，
今天的所有硬币都会被收回，即使个人得到了奖励，但团队要一起接受惩罚。萧野然变成了恶魔，为了防止私下讨论，故意给底层人发纸，让他们写在纸上。所有人都不敢写多了，害怕一无所得，最后带着点血腥，最终不到9枚硬币，他们会有所损失。裴珍秀此刻开始头脑风暴，看吧，已经习惯了挤不动，前路艰难，必须挤过去。裴殿秀把所有人的良心都压上了，他改动了自己的结果。乔尔统计后发现，4个人总共只要了7枚硬币。裴殿秀逐渐意识到，虽然他的团队成员不算聪明，但他们都是出于善意，大家各自选择了2枚硬币。裴殿秀为了保险只拿了1枚。陈天秀饿得直接倒下了，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，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一会儿。第二天，汤姆引入了一个叫做20问的游戏，每人可以提一个问题，试图在20个问题内找到正确答案，谁找到了答案就是赢家。赢家像昨天一样有权利行使。在5号的启示下，裴灵修很快意识到了答案，他本可以举手说出来，但他犹豫了，他不想成为帮凶，让赢家施暴。裴灵修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如果把球棒交给2号，这或许是一个机会，让底层人反抗。1号也指示着帮助2号获取球棒。终于2号拿到了球棒，裴珍秀和1号期待着2号的反击，他们开始对抗上层，但事情并不顺利。2号突然把棒球挥向了裴珍秀，接着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。阿德也想多拿一个硬币，觉得这没什么坏处，结果大家都这么想，因此他们那天都饿着肚子。长期压迫终将激发反抗情绪，所以这4人一直没有散开。勒乔奥用1个硬币作为奖励，激励大家先回房间，但没人买账，他们不愿再妥协。困境中总有胆小鬼，王豪因为身体原因受不了了，不到10秒就站出来了，拿了10个硬币，背叛了队友的努力，一次次失败让人绝望。白天秀甚至觉得可能得有人牺牲才能结束，饥饿的他想成为那个人。托尼3号发现1号递给他的纸条，1号在呼唤革命。第二天，2号和3号藏在传送槽里，一起到了1楼，只要有机会就要奋起反抗，这样才有希望。在这微弱的希望中，裴珍秀坚持下去。一天游戏结束后，悄悄从裴珍秀身边经过，突然留下一句话，带着噪音就头也不回地离开。裴珍秀回到房间，反复思考那句话，离开了8号的房间，变成了一个大型娱乐房。他们脱离了剥削底层的乐趣，用更多物资创造新乐趣。经过7号的提示，裴珍秀发现传送槽有噪音，他把这事告诉了1号和2号。很明显，切奥已经感知到了他们的反抗，一时间他们弄不清切奥是敌是友。无奈之下，裴珍秀只能冒险一试。时间一长，6号、8号和4号开始厌倦折磨人的行为，6、7奥始终坚守初心，选择站在正义这边，这给裴炼秀带来了一线希望。在一场游戏中，伊罗苏因胃痛请求拿药，然后他们制定了行动信号。雷奥从7奥那儿拿到钥匙，答应帮忙去拿药。所有的游戏都结束了，裴炼秀回到房间一夜未眠，期待着第2天的反抗，等待夜晚的结束。药物开始发挥作用，雷奥警觉地推开房门查看情况，例如6号实在太强悍，3个人联手也难以对抗他。8号干脆把门锁上，隔离了其他人，3人合力包围，把6号压倒在垃圾堆中，因为他们饿了太久，根本动摇不了6号。无奈之下，克内秀只好开门求救，却被8号的弟弟用枪制止。所有的情况6号都掌握了，准备好好的惩罚他们3个。斯特杰奥突然大声喊叫，比利奇奥为了救援被困的人，偷偷拆卸了电击枪的关键部件。雷奥发现电击枪无法使用时，飞扬迅速出手，一群人立刻行动，打倒了高高在上的8号。8号终于受到了惩罚，长期被压迫的底层人终于反抗，成功将6号打倒。手无寸铁的8号还有他的帮手4号两人都被捆了起来，他们终于能够喘口气。长久以来的1号不得不骑在6号身上，愤怒地挥舞着拳头，再也没人能阻止他复仇。这位善良的1号大叔实在不忍心对8号下手。齐奥被绑在一旁，他只说了一声对不起，就无法再为自己辩护。底层人民最终决定释放齐奥，压迫他们的一方终于败下阵来。关键人物被释放的齐奥如释重负，他在角落里擦着眼泪，释放了长久压抑的情绪。由于这次具有革命性质的反抗，时间又一次被延长了许多。经过这场冲突之后，最高的3层都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但上层的房间也不能再当作私人空间了，必须24小时开放给所有人使用。当大叔走进顶层的房间时，他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惊。
8号的房间不仅设施完备，还增加了许多装饰品。在这样奢侈的花费下，8号每分钟赚取34万韩元，他的账户还剩下291亿韩元。他们在考虑是否要挥霍8号的钱，但8号首先否定了这个想法。他认为离开游戏后，8号和他们一样，大家都急需用钱。随着送餐槽自动打开，久违的美食出现在众人眼前，这是他们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坐在餐桌前享用丰盛的一餐。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酒来助兴，于是大家决定利用8号的资源，用他购买的食材烹饪美食。有人提议大家立刻行动，直到空气中弥漫出酒精的香味。5人竟然在8号的房间里过夜，忍不住开始想念外面的世界。这间房间成了他们的盒饭生活地点，甜味拉面显得尤为珍贵。2号突然觉得该结束这个游戏了，而1号却念念不忘他的事业和冤屈。2号毫不关心地说，可以在出局后把部分奖金给他，但他还是想要靠自己。他想出了一些节省时间的方法，但2号冷酷地拒绝了。如果不采用暴力手段，很难延长时间。裴真秀突然有了一个奇特的想法，打算让几个人用臂力来赚钱。然而他走到双手双脚被束缚的85号面前，却迟迟不愿动手，因为他们的人性尚未完全丧失，因此无法采取那些伤害他人的赚时间方法。最终他们达成了共识，等待倒计时结束后就结束游戏。被绑起来的3人无权发言，因为他们被束缚，他们的日常起居需要别人照顾，甚至连上厕所都得穿纸尿裤。在这最后一晚，大家在8号的房间里清洗了一番，等待着返回现实世界。午夜时分开始互相道别。然而第2天，大家惊奇地发现，时间并未如预期般流逝。他们昨晚10点离开，本应只过去9个小时，现在却多出了37个小时。阿欧觉得肯定是大家做了什么，才让时间增长了。甚至他率先开始对被困的人进行搜身，但什么也没找到。费林秀开始怀疑是不是主办方不想让游戏结束，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，毕竟办这种游戏也是要花钱的。他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，广场的倒计时屏幕只能倒到12小时。这时4楼突然传来惊呼，倒计时突增40小时。春天走进4号的房间，发现他少了一颗牙。面对众人的质疑，4号痛苦地说，他醒来就发现自己这样了，他也不知道谁干的。裴真秀很快意识到昨晚时间增加肯定跟这些不可见的伤害有关，他突然想起了关键的事情。裴真秀冲到6号的房间，把他的鞋子脱掉，回来时发现6号的所有脚趾甲都不见了。更奇怪的是，6号也不知道是谁做的。阿浩实在忍无可忍，开始质问其他4个人到底谁是加害者。乔浩试图劝他冷静一点，结果反而被指责。阿浩忍不住开始质疑所有能动的人，但都被否认了。为了防止时间再次增加，阿浩决定自己动手把所有人的门都焊上了。95号终于被放了出来，他负责照顾那3个被绑的人。他的做法虽然简单粗暴，但这样至少没有暴力事件发生。现在他每天只能待在房间里，每天定时收到2顿饭。所有等待结束后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负责照看大家的5号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。3个人一起指责了5号，他忍无可忍去找2号求情，但被拒绝了。巨大的压力让5号几乎崩溃，他开始幻想2号，还幻想放出了4号和8号。心神不宁的5号走进了6号的房间，去打听2号是否来过。廖某看到他精神恍惚，便将脏水泼向他。5号主动帮他解开绑绑，大家本以为能拿到奖金回家，但5号突然解开了绑绑。5号以为自己会有幸福的结局，却没有看到2号，直到2号的血溅到他脸上，这才让他清醒过来。5号看着被绑的人，自由之后开始对其他人施暴，此时后悔已来不及。5号被绑在柱子上，其他4人围观，被反绑着跪成一排，直接买了一把 M63 和4颗子弹，质问他们谁拔了自己的指甲。看着4人都否认，提议玩个游戏。即便2号侥幸逃过一劫，还是被狠狠地打了一顿。接下来的乔没那么幸运了，一声枪响，乔痛苦地倒在地上，他的大腿中了一枪。大家慌乱中帮他包扎止血。索利奥再次装填了枪，并对准了1号的后腿。正当对方哀求之际，他准备扣动扳机，却被3奥阻止了。3奥阐述了自己对待凶手的看法。8号兴致勃勃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决定购买录像回放。利奥见状也跟了过去。此时只剩萨奥留守。得知录像需要花费1亿韩元后，8奥毫不犹豫地确认了购买。房间的灯光突然变暗，一个投影仪把画面投射到墙上。楼下的人开始猜测发生了什么。真相终于大白，原来1楼的人不想让游戏结束，
于是模仿上层的做法，增加了游戏的市场活动。因为1号临走前对6号不敬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屈辱。于是6号决定杀死1号以泄愤，哪怕这意味着游戏的结束。但当他下楼时，被8号用电击枪突然击倒，6号从楼梯上摔下来，背部受伤，战斗力瞬间消失。莱迪亚对这突然的变故感到震惊，巴欧却毫不受影响。他指挥4号把6号捆绑起来，慢悠悠地走向广场，手持手枪成了独裁者，开始指挥大家各司其职。阿奥通过观看录像找到了乐趣，他每天花费大量金钱购买其他房间的录像，观看他们痛苦挣扎的场景，感受前所未有的愉悦。但很快他又感到厌倦，于是巴奥开始寻找更刺激的活动。他开始进行人体实验，在萨奥和5号的帮助下，其他人成了实验对象。他的眼睛被仪器强行撑开，脖子上还绑着一个未固定的容器，然后他们慢慢地往里倒水，水位刚好停在鼻孔下面，一低头水就会涌进鼻孔。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剥夺睡眠的实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类无法得到休息，渐渐地开始变得恍惚，痛苦让他们失去了理智。5号也变得越来越麻木，开始对求救声视而不见。他只负责维护每个人的基本生理功能。在恍惚中，佩莲秀康悄然进入，斯欧开始产生幻觉。在凯戴的折磨下，每个人都受尽苦难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。把欧虚伪地流下了眼泪，把欧将大家的痛苦转化为灵感。凯戴在画布上挥洒颜料，创作出了一幅完整的作品。骚连忙开始奉承，把欧突发的购物欲望，在楼下用湿巾买了一条狗和一个包。骚假装高兴地抱起了狗，但脚下不小心踩到了狗的排泄物，他的脸色瞬间垮了，流露出不悦，但很快便用孝顺的态度替代了不满给1号喂食。女方因拔牙主动道歉，他对骚的行为不以为然。骚为了赢更多钱，甘心在游戏中做苦力，他催促其他人破坏房间。如今崩溃的1号向4号透露了心中的秘密，他因腿脚不便选择了1楼，发现房间异常狭窄，一路上主动使用对讲机询问关于糟糕房间的交易情况，结果发现需要花费10亿韩元。事实上，当大家询问游戏何时结束，妖提出了赚取10亿韩元的目标，目的是为了换房间。裴真秀已经连续3天3夜未合眼，他已疲惫到几乎意识模糊。骚赶来试图把裴真秀从迷茫中唤醒，用力掐了他的胳膊，裴真秀这才恢复了意识。道德的力量给了他生存的希望。骚把1号的话转告给了大家，他们计划联手推翻8号的专制。骚愿意冒险，是因为想获得换房的优先权。后来7号也得知了这件事，便提议夜袭8号。骚感到困惑，表示崔健8号灵感迸发，趁夜继续进行艺术创作。他们的对话也很谨慎，骚非常小心，他清楚8号的情况，独队通过监控密切监视他们。骚认为最佳机会是趁8号早上出门打高尔夫时，每次打完高尔夫后，8号都要回房间洗澡，利用他唯一放下枪的机会。骚认为那是大家夺枪的最佳时机，可以趁机对他发起进攻。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，就是没有人帮他们解开绑绳。每次8号打高尔夫，骚娇就在一旁当捡球员，这时被遗忘的5号显得尤为重要。除了骚之外，他还能自由行动。骚开始暗中拉拢5号，甚至把8号的一套餐具送给了5号，这招成功拉近了他们的距离。5号也打开了心扉，吐露了自己被坏男人骗光财产的事。当听说6号也参与欺骗他，5号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骚趁机向5号描述了大家的苦境，他加油添醋的把情况说得更惨。果然5号很快被打动，骚说他只需要帮大家解开绑绳。5号提出了一个条件，两人很快愉快地达成了合作。但第2天的行动就遇到了困难。8号突然决定休息1天，骚巧妙地对8号进行游说，劝他重新开始行动。下楼的时候，8号开始询问骚和5号昨天的对话内容。4号巧妙地糊弄过去后，8号开始挥动球杆，同时5号偷偷摸到了1楼，开始实施行动。1号帮他解开绑绳后，他慢慢地躺到地上。骚开始向2楼移动，骚注意到了，故意在捡球时把球踢到了更远的地方，这样成功地转移了8号的注意力。8号跑到远处去捡球，这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。但狗子异常敏感，察觉到了5号的动向，向楼梯那边大叫。少林及时遮住了5号的位置，试图安抚狗子。这时5号把裴真秀也救了出来。裴真秀获救后只想好好睡一觉，5号担心裴真秀出问题，便带他一起去找7号。裴真秀感到很虚弱，爬楼梯时显得特别笨拙，这引来了一只狗追赶。8号看到后也紧跟上去，只能边爬边喊脚抽筋了。
5号发出了警告，意识到危险的两人赶紧躲进了6号房间。紧追不舍的8号感到了不对劲，手持枪直接闯进了房间。但就在他准备开枪时，一个精准的球杆击打把8号打晕了。大家得救后都聚集在广场上，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让他们泪流不止。因为长时间熬夜的8号直接昏睡了。大家把8号的武器都收集起来，准备实行换房计划。王浩突然想起还有事没做，结束渣男约会后开始换房计划。1楼满怀期待的用自己的10亿韩元申请了换房间，却收到了一封信。打开信后完全傻眼，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毒计吓到。大柱辛苦攒的10亿韩元，最后只换来了一本房间说明书，这让他陷入了绝境，决定赔偿给蔡森。敏捷的7号也想不出办法，大家都意识到根本无法换房间。阿欧提议大家一起凑钱给1号，决定他们需要尽快结束这场游戏。当大家都在准备所需的一切，购买必需品时，突然一个大叔举起了枪，威胁着大家不许胡乱动弹。大家被一排一排的绑起来，坐在了观众席上，看着大叔忙前忙后，直到天黑。他搭建起一个奇特的舞台，换上了华丽的演出服，骑着独轮车驾到，做了自我介绍，开始进行高空绳索走技的表演。腿脚不稳地站在绳索上，身体不停地打哆嗦，甚至把平衡杆摔了下去，杆子掉下去摔得粉碎，吓得大家都尖叫了起来。不久后，大家才明白这是故意为之，只是为了争取更多时间。1号轻盈地在绳索上行走，开始表演高难度动作，利用绳索的弹力让身体越弹越高，就像他决心从底层爬到高处一样。最终1号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清醒，因为跳得太高失去了节奏，只能紧抓上方的摄像机。摄像机重重地坠地，立刻爆发成一团火焰。妖试图抓住绳索爬上去，却因手滑跌落下来，在众人焦急的目光中重重地落入火堆，很快又站了起来，但奇迹并未发生，妖很快倒下不起。佩雷秀趁机冲进火场，试图救出大叔，乔德兰紧随其后，合力扑灭了火焰。1号重伤，生命垂危，他急切地想要逃出去，但发现门根本无法打开。佩雷秀迅速抓起对讲机，试图用所有时间去购买物资，结果时间额外增加了1000小时，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裴丽秀突然意识到，只要他们看不到，时间就不会增加。他一怒之下拿起手枪，对着广场上的摄像头一个个射击。很快裴丽秀发现还有楼梯口的摄像头，他迅速爬上楼去，把楼梯口的摄像头也破坏掉。这时公共区域的传输槽慢慢开启，露出了一个360度全视角摄像头。裴真秀见状，对准最后一个摄像头开火，时间终于清零，紧闭的大门随之打开，而1号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裴真秀对无良的节目组感到愤怒，他揭开幕布后发现有封信在等着他去拆开。游戏终于结束了，结束后的7个人完全失去了联系。裴真秀因为砸摄像机被扣了1半的奖金，他的生活重新恢复了平静，但感觉却出奇的真实。他几乎除了睡觉就没有其他娱乐，甚至有些人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塑料维尼意识到不能忘记1号的死，于是他重新振作起来，不懈地动用了所有奖金，召集了其他的参赛者，约他们一同参加1号的葬礼。最后只有2号、4号和5号赶到了现场。裴天秀因为举行葬礼，成功找到了1号的家人，但他们并不知道1号已经去世，还以为1号只是去海边工作了。其他在场的人都非常震惊，听了裴天秀的描述，大家马上意识到这肯定是7号的好事。突然，一个工人推着豪华花圈进来了，花圈上的赠送者署名是6楼，最后只剩下8号音讯全无。突然5号拿出手机向大家展示了一则新闻，他们这才知道8号金莲是个艺术家，虽然他赢得了最高奖金，本该享受生活，但8号却选择了自毁前程，雇了一台挖掘机，把一个美术馆夷为平地，还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一块牌子上，因此所有奖金都用来赔偿了。为了补偿画廊和艺术品的损失，最终被送进了监狱。周伦对他的结局感到唏嘘。葬礼结束后，大家各自离开，并没有交换任何联系方式，彼此简单的互相鼓励后，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。